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庄林，欢迎收看《守藏历》。故宫第一批西迁文物在安顺华严洞停留了将近5年。当初这个文物的箱子是怎么放在这个石灰岩洞里的？根据我父亲后来的记录，当时因为山洞里还是有潮湿，会滴水，所以呢，故宫当局就协助在里面搭建了用木造的一个简易的库房。可是我父亲因为他早年到日本去做交换学生，他看到奈良正仓院的唐代的一个皇家的库房，原来它是架空的，底下都是原木的柱子，这样子呢可以不必接触可能潮湿的地面。所以他也仿这个方式做这样的库房，所以这一点呢是在文物的保持上，条件不够的时候非常实用，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。文物在安顺和华严洞停留的这5年，我也从一个婴儿慢慢长大解释。所以对那里的印象也特别的深刻。通常天气晴朗的时候很不容易晴朗，但是为了文物的安全，父亲会交代他们的同仁或者他自己也一起动手，把在山洞里面箱子里的书画拿到外面这个干燥的地方摊开来晒晾，或者做简单的架子把画挂起来。当这些书画在晒晾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把我们兄弟召集在一块儿来跟我们讲解，让我们记得有很多山水啦、这个草丛啦、花鸟啦。可是最有兴趣的是关于人物画，比如像南宋李松他画的《货郎图》，因为他是讲在古代由货郎挑的各种的这个杂货，特别是小孩喜欢的东西，到各家到各地，那由家长带着小孩子围着这些东西看，那家长或许会跟他购买，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，但是在人物画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方法。那么这也是故宫的重要收藏品。那另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到了华严洞的时候，比如当时家是在安顺城里面，那放假的时候或者星期六，父亲母亲会带我们到华严洞，住在那里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事情，就是在安顺的这个办事处底下的草场上，有一个草场，那么防守的部队有1连人，那他们就走这个连纵队，唱军歌出操，那我们就在旁边看。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，他们当初的唱的歌叫做《大刀进行曲》，我还记得，我给各位唱唱看啊。全国武装的弟兄们，抗战第一天来到了。抗战第一天来到了，前面是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，咱们军队勇敢前进，前进。当时我们住在东门坡的时候，那时候抗战有些部队从前线下来，或者还有的人要到前线去，他们下来的人伤兵就在我们的那个小院里面休息，我们小朋友在旁边看到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看除了糙米饭，还看到这个他菜盆里面1碗汤，有几个菜叶，还有几个黄豆芽，那个汤都可以看到底的，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辛苦。那事实上在安顺的生活呢，其实是蛮辛苦的，因为父亲的薪水微薄，我们4兄弟要念书，那母亲就
到钱江中学去教国文，来换一点微薄的这个酬劳，来贴补家用。事实上，他的酬劳只是一个月一担谷子，那这个谷子没办法了，要拿去送到碾米厂去碾，碾了米以后，少部分留下来自己吃，还有的可以卖掉。当时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清苦的，比如我们吃的，当然就是菜为多，那有的时候就吃到这个炼油的油渣，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当时的八宝饭是谷子、稗子掺糙米，里面还有这个小石头、碎沙，还有这个2种米虫。我还记得，这个白的米虫是软的，这个黑的米虫是有壳的，这个硬的。所以可见的当时的生活非常的艰苦，常常用辣椒拌酱油，辣椒粉还被掺了一些，有的时候会买的不好，还掺了红土。这个衣服呢，大概都是穿过了破了以后，妈妈自己补。不光是我们家，所有的人都一样，所以每个人几乎都是补丁的。另外就是晚上我们在看书的时候，母亲来督导我们上课的情况，把学校的课本，那时候都是毛边纸，黄黄的粗粗的纸，然后呢没有亮光，点那个菜油灯，这样子我们围在那里头，妈妈来教我们，她一面教我们，一面我们念的时候，她就可以去缝缝补补。后来我们在离开安顺的时候，匆匆忙忙，妈妈还带着我们在门口那个街边上摆摊儿，卖这些多余的这些旧衣服，还有袜子，都是补的，可是居然有人要，所以可见的抗战的时候，生活是非常的这个清苦的，可是大家都不觉得苦，全国同胞、军民同胞，大家一心一意，就是要赢得最后胜利，这一点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。文物在华严洞里面的这5年，事实上它不光是停滞在华严洞里面，它还重要的参加了几次展览，几乎有4、5次之多。第一次就是刚到华严洞不久，当时苏联也受到德国的威胁，所以呢，他就跟中国请求把故宫的文物，还有中国抗战的时候的一些做法，民间的这些怎么样设法宣传抗战这一部分的资料，配合了文物一起。当然他们苏联有自己的东西，要到莫斯科去展览。后来我们政府同意了，那就在故宫呢，就从第一批文物里面，当然我父亲也在参与这个工作，挑选了100件，走陆路，后来又加空运，到了莫斯科去。先在莫斯科展览，后来因为战事的关系，就停下来，又转到圣彼得堡，也就是列宁格勒去展览。可是后来呢，德国开始进攻苏联，这个展览结束以后，他们把它藏起来，最后希望能够留在苏联，可是当然我们政府不会同意，所以花了很大的功夫，一直到1942年的秋天，才好不容易透过政府以及驻苏联的我们的外交的代表据理力争，才把这个文物要回来，回到重庆。可是刚好重庆要举办第3届的全国美展，所以后来就在年底就参加了重庆的第3届全国美展，展完了以后再回到安顺。那安顺另外又有一次到重庆去书画，也在重庆的这个图书馆展出。最重要的一次就是1944年文物要离开贵州的时候，为了答谢
贵州的军民同胞的对文物的保护，那么在贵阳，贵州省立的艺术馆就举办了一次的书画的展览，这是非常的轰动，也是让文物不光只是大家守护而已，而让全国的同胞，特别是后方同胞都能够看到，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。1944年冬天，日军已经打到了贵州，独山沦陷，所以政府又紧急的要在安顺的文物赶快往北，再迁移到四川巴县去。这一路上又有很多的故事，我们下一集再跟各位聊。